好，接下來關心的是俄烏戰事，普丁現在要全面攤牌嗎？今天特別來關心哦，飛彈現在呢最大規模的這個空襲行動狂轟基輔，並且普丁他拒絕停火，他也誓言要吞下烏東4州。但是俄羅斯現在也面臨一些困境，包括它的石油必須要向印度來買哦，石油已經不夠了。當戰爭的代價是越打越高，北約全面的備戰嗎？這會不會是普丁的最後放手一搏呢？歡迎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區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現在俄羅斯還可以全面壓住烏克蘭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烏克蘭現在是站在比較勝利的那一方，可以留言寫2，來一起跟我們關心這一場戰情，跟我們互動。我們來持續關心到這個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已經超過4年了，戰局沒有降溫就算了，不斷的升溫。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傳出呢，俄羅斯有可能會武裝大動員120萬人來做這個新一波的軍事打擊哦。當然了，這個目前消息還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證實，但是有比較內部的軍事專家警告，俄羅斯最快在9月份會啟動，而且邊境恐怕很快就會全面的做封鎖了。在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前，我們看到實際的戰場變化非常的快速哦。普丁他公開拒絕停火的協議之外，還強調俄軍絕對不會停止攻勢。他說接下來要奪下包括了在烏東的4州。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俄羅斯針對於基輔在近期這個幾天發動的最大規模的空襲行動，一共是出動了74枚的飛彈，還有500多架的無人機，狂轟濫炸基輔，持續時間長達了11個小時。這一波空襲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傷亡哦。空襲行動造成了27人死亡，91人受傷，數字還在持續的統計，並且增加當中。尤其是看到呢，這個大規模的損毀，還包括了許多的建築物、基礎設施。當天晚上，超過5萬人，大批的人直接湧向了基輔的地鐵站來避難，當中包括了4500名都是兒童。整座城市警報徹夜響不停，宛如末日之夜。來自於外媒的報道。不止如此，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的另外一波的行動，它是以報復烏軍襲擊他們的民用目標為理由，開始出動他們的陸基、海基、空基遠程打擊武器跟攻擊型的無人機，鎖定烏克蘭的這一些軍事的基地，包括飛彈導引系統、無人機工廠、軍用機場、能源設施等等。烏克蘭方面持續的做反擊。近期大量投入了 AI 無人機，深入在俄羅斯的腹地當中，接連打擊當地的軍用機場、油庫、防空系統、軍工設施。普丁這時候罕見下令，全面要強化俄羅斯的防空體系。剛剛特別有提到了有關於油庫哦，我們也會等一下來特別解析一下俄羅斯現在缺油的問題，同樣是非常的嚴重的。我們先來請教酈將軍怎麼看？普丁最新他說拒絕停火，而且呢狂轟基輔長達11個小時，還揚言要吞下烏東4州。俄羅斯是否已經放棄談判？接下來會全面升級戰爭來逼烏克蘭屈服嗎？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了，收到了最新消息，有可能大動員120萬人。酈將軍怎麼看？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本來以為俄羅斯會組織一場春季攻勢或者是夏季攻勢，但是在地面攻勢方面都沒有看到。反而這個時候，讓我們訝異的是，烏克蘭居然用大批的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本來我們都認為說是前一陣子我們看到這個川普已經找普京在阿拉斯加希望能夠走向和談、走向談判桌停戰，但是那時候我們看到普京不同意。那我們也認為說是這個川普上台以後，已經不再對烏克蘭實施軍援了。那我們都一直認為說烏克蘭這時候應該很弱，但是意想不到的，就在上個月，烏克蘭居然用大批的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那這次的攻擊確實是造成俄羅斯很大的一個元氣大傷，包括他都打他的煉油廠以至於造成說是俄羅斯自己本身是一個產油的國家，他居然回過頭來油源不足因為他打到他在莫斯科西邊的一個煉油廠。距離距離克里姆林宮大概只有15公里，非常近的。所以俄羅斯的老百姓現在油源來講已經不夠。第二個，他軍隊的用油也不夠這是俄羅斯現在所面臨的困境。那大家不免要懷疑一個問題，就是烏克蘭哪來那麼大的底氣敢對這個俄羅斯發動這麼大一場的空襲行動？我認為有2個原因。第一個，澤倫斯基他在政治上目的
他希望說是刷他的存在感，告訴這個川普說，我還能夠打，我還繼續再打，而且我不但能夠打，我還可以對俄羅斯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你們繼續要提供給我軍援，我並沒有失敗。我覺得澤倫斯基發動這場攻勢，他政治的目的在此哈。那第二個來講，除了這邊以外，我們看到俄羅斯在南部扎波羅熱這邊也組織了地面的攻勢，想要攻擊這個奪回克里米亞島。可是目前來講，整個戰況大概這個地方陷於一種焦灼。那第二個，我認為說是這個澤倫斯基有這個能力，主要是這半年的時間以來，不可諱言，他在這個廣積糧，他大批的制造他的攻擊型無人機，而且他都採取那種定點式騷擾式的攻擊。那烏克蘭、俄羅斯因為面積很大，你要去防止說是一架小型無人機在那麼大片的國土上面，事實上有它的難度在。當然，這個結果最後當然是激怒了普丁。所以普丁大概在上個禮拜開始就展開，也是同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用大批的導彈還有無人機對基輔，他以前不打基輔的，對他這次來講的話，他對基輔不但打基輔，還打基輔的這種富人區往這邊打。我想說這件事情讓普丁認識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戰場上面你沒有辦法這個將敵人的主力殲滅的話，你是得不到敵人的投降的。你如果沒辦法屈服敵人戰鬥意志，你是沒辦法獲得勝利的。所以普京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為他現在開始動員120萬的後備軍人，開始動員，即將展開，可能是秋季攻勢，可能就會展開了。他除了動員120萬人之外，他還跟他的周邊地區的國家，包括哈薩克、包括塞爾維亞這些國家講好，說你們不可以收我的這種過境的民眾。所以有一些打仗的時候，有些民众可能会跑到國外去。他跟哈薩克、跟塞爾維亞這些跟他鄰接的國家，他都做了這些規定，跟他們做的這些協商。然後主要看得出來，普京這把是下定了決心。我認為很快他在地面上面會展開他的秋季攻勢。那這波如果展開秋季攻勢的話，我覺得對烏克蘭來講的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如果說真的你把這個普京激怒，他報復式的攻擊，他避免他國家再遭受到你這種無人機的打擊，他這次用的力道，我認為會很大。好，所以將軍認為說，接下來可能會發生這個120萬人在俄羅斯方面的武裝總動員，有可能發動這個最新一波的秋季攻勢哦。那同樣的問題，苑老師您又怎麼看呢？那另外一方面，俄羅斯现在也有缺油的問題，它也不是完全都沒有任何的一個比較需要補充的地方。那苑老師又怎麼看？這場戰爭已經打了4年4個月，跌破了所有專家的眼鏡啊！很多人的話呢，包含了我們國內國外的，都認為說，以俄羅斯的這種軍事上的這種能力啊，還有各方面呢，那麼他自己應該說是要輕輕鬆鬆的，就是而且他主動發起這場戰爭，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意思也就是希望小打一下就好了。啊，給這個烏克蘭這邊警告，所以2014年佔領了克里米亞島以外，那針對頓巴斯地區，然後接上擴大扎波羅熱、赫爾松地區，那整個4個省摘下來，結果越打越生氣，越生氣越打，就是說是這個，首先呢，他犯了3個戰術上的錯誤了。第一個，慈不掌兵了。啊，那個普丁的話一開始就應該把基輔攻下來，結果他沒有攻下來，啊，然後就拖下來，然後打。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打的目標越來越擴大，啊，然後深陷裡面的這個被誘敵已經進去了。現在扎波羅熱到目前為止，就是連頓涅斯克跟格蘭，就是這個格蘭斯克裡面這裡面都還沒有完全佔領，這跟原先的預想是很不一樣。那第3個最重要的是，烏克蘭到現在突然發明。也不是說發明了，就是想出來了，就是用無人機的攻勢。烏克蘭的無人機攻勢的話呢，不是100架、200架，上千架過來啊！而且的話呢，你對防空網的話呢，你即使說是95%的話，1000架啊，那你算算看啊，5的話呢，就是大概還有10架、20架帶着炸彈丟進來，丟哪裡呢？丟莫斯科的煉油廠。所以俄羅斯現在缺油啊，就原因就在這。俄羅斯只聽過它產油啊，你沒有聽說過它缺油啊。但現在的話就是這種情況。但是我覺得哈，我就提出3點來講，這個戰爭我依然是看到他們自己會要想辦法結束了。第一個原因的話呢，就是說這個進行這種無人機瘋狂的不要命式的攻擊的話，就是破罐子亂摔了。就是你這邊亂攻擊，那這個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話進行這個500-600顆的這種飛彈的話大轟炸，那整個地區都亂了嘛。
啊，整個烏克蘭就不管了，那基輔就隨便你炸，那我這邊就炸俄羅斯，這樣就是你是魚死網破。然後第二個情況下的話呢，就是說大家要了解，那個把這個俄羅斯真的搞怒以後呢，那個現在的話呢，歐盟當中的話呢，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天扎盧日內啊，就是這個烏克蘭原來派駐英國的人，就是原來他陸軍總司令。大使現在是在英國大使，突然出來了，回来了，要講說要選總統啊！我是覺得說是這個澤連斯基的這種搞法的話呢，激怒了普丁的話呢，對大家都不利。其實我還講了第3點，我真的不願意往這個角度想，就是俄羅斯是一個永和大國了啊，這個大家都不要忘了這一點。那什麼人情況下在做這種困獸猶鬥呢？就是說這些人講話啊，就是說是這個美國國務院的高官，這些人呢，他講話都不負責任啊，說烏克蘭要取得勝利了，烏克蘭取得勝利怎麼可能呢？那俄羅斯就要輸了嗎？俄羅斯輸的話，現在俄羅斯內部的話，不是進行一個體制內的革命，就是要動用它的核武啊。那這個問題是大家都不願意面對的。好，那最後一個問題也請教將軍怎麼看？因為到底現在打到現在，俄烏雙方誰比較占有優勢哦？因為現在就怕說會不會普丁後來放一個大絕，就是包括除了我們剛剛提到120萬人的地面的攻擊之外，他會不会也把這個北約國家也一起拉下水？如剛剛岳老師特別讓我們看到的，美國國務院直接說，他說認為烏克蘭正在贏得一場勝戰，包括了芬蘭總統也直接說了，他說呢，現在烏克蘭處於開戰以來，不管是軍事、政治、經濟上最佳狀態。他說呢，過去6個月，烏軍每個月可以殺傷大約3.5萬名的俄羅斯的士兵。先看這些話是不是真的，再來就是說，接下來俄羅斯可能會怎麼做，誰比較有優勢？張將軍怎麼看？最重要，我們可以看一看哦，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知道烏克蘭目前犧牲狀況如何，這是烏克蘭國家最高機密，不能洩露，否則會影響烏克蘭的民心士氣。全世界注意到，西方媒體沒有一個國家報烏克蘭現在損失多少。烏克蘭現在他說現在是最佳的方法，烏克蘭正在贏，其實這是媒體在控制。那現在烏克蘭那怎麼來說呢？現在烏克蘭面對3大困境是沒辦法解的。第一個，徵兵的困境，烏克蘭現在年輕這一代全部犧牲殆盡，他的國際僱傭兵現在招國際僱傭兵，國際僱傭兵大家知道，原來招了國際僱傭兵薪水1個月台幣8萬到10萬。你知道現在招這國際僱傭兵1個月薪水多少？33萬台幣，招不到。但是我現在給重金來招14， 33萬，以前8萬到10萬。我們台灣有2個犧牲在烏克蘭，不是也是為了國際僱傭兵的另外一種，是不是？這個就是徵兵困境，你要拿錢來打。這現在就已經下猛藥了，我砸錢進去，那大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嘛。當然會有人要去嘛，所以這是此事招國際僱傭兵。這個徵兵困境已經看出來了。第二個困境呢，反攻的困境，他是要反攻。剛才講的，岳老師有講到的頓巴斯地區的盧甘斯克跟頓涅茨克，也包括南部的這個扎波羅熱，還有赫爾松州，當然也包括了克米利亞，總共12萬平方公里。烏克蘭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光復？其實沒有。現在只是俄羅斯向前推進的速度變慢。是俄羅斯現在向烏克蘭這邊繼續推進的。每一天70公尺，其實很慢，但是這是70公尺，70公尺。我們有沒有聽到烏克蘭光復哪裡？沒有，是俄羅斯推進的速度變慢。我們看戰爭是誰贏？看作戰地進線是往哪邊推。你往那個地方推的時候，那個要被推的地方是輸的，沒有說這個部隊往前進，然後我輸了。怎麼輸怎麼會前進？輸一定是後退嘛，沒有說後退我贏了，那你的國土都丟掉，你怎麼贏了呢？對，是這個樣，按照作戰地進線來評估誰輸誰贏，這是最實際的。大家都會吹牛，打仗大家都吹牛，自己零戰損，然後好像全軍破敵，自己有如這個天降神兵啊，橫掃千秋。我認那都是講大話。我們可以看目前的態勢來看，第3個烏克蘭面對的是防空困境。你看他的首都是基輔都被俄羅斯狂轟濫炸，你是首都你都被突穿了，你的防空火力怎麼那麼薄弱？防空困境來了，所以你就知道烏克蘭在這一方面，他有感覺到他有強弩之末，那強弩之末就要靠一些政治的語言來做美化，甚至來做掩飾，你都不能都可以這麼說。真正的大家來看誰的土地增加了。是光復的土地增加了，還是被佔領的土地增加？這個是個重要性。所以我們來看，烏克蘭贏了，我認為這句話未必可靠。
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